就到了。You have arrived. 这是美国的中小学生来参观华盛顿的故居。这里是山清水秀啊，有一个旁边我们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大湖。故居28块钱一个人，年轻人15块钱。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还好，是华盛顿说的。那我们进去看看。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到山庄里看一看。这条小道还真是鸟语花香，还真香。现在的山庄是1853年成立的佛农妇女学会组织修复的。华盛顿夫妇去世以后，他们的后代经营这里。1858年的时候，已经传给了侄子的侄子。当时的主人因为不善经营，而且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非常打扰，主人就很想将庄园转卖出去。他们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联系了，不过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内战，而且政党纷争，所以也就不了了之。最后佛农妇女协会以20万美元将这里附近200英亩的土地和建筑都买了下来。这块地只是华盛顿庄园的一角，它主要的土地是附近的5个大农场，总共面积是7600英亩。妇女协会组织了筹款，维护至今。现在看到的都是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为此，庄园特意请了一批专家研究华盛顿的日记和信件。到这里参观，人们不仅可以缅怀伟人，还可以了解当时独立战争时期和美国刚建国的时候美国的生产生活情况。1790年的时候，美国人口大约是400万，其中有250万自由人，还有60万奴隶。当时最大的城市是费城，人口是4万4千人。进门的这一片大空地是华盛顿特意预留的，他想给访客一个特别的第一印象。华盛顿曾在给他侄子的信中写道，客人的第一印象记住的时间最长，至于他给您留了什么样的印象，每个访客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这块空地被叫做 Bowling Green， 围绕的小路呈吉他形状，两旁栽种的树都是华盛顿特意从各处淘来的。望着这么大一片草地，想想当时没有割草机，要打理起来真是一件不容易的活。庄园有一大片牧场，华盛顿当年在牧场每天都骑着马在各处巡视。庄园里有2处花园，这一处叫做高处花园，1763年建的，最早是种些水果，像苹果、梨、葡萄、李子等等。1785年，华盛顿设计了这里的景观，他专门买了当时英国的园艺书，一边参考，一边设计，一边施工，变成了这么一个观赏的花园。为了展示这些植物，他特意将这个通道设计得弯弯曲曲。另外是建了一个温室和暖房，那会儿北美很少有温室。华盛顿听说马里兰有一个庄园主有温室，他就专门写信去求教建设温室的每一个细节。温室暖房开了很多窗户，这样阳光可以射进来。另外还有东北类似火炕那种设计，把那个加热的空气吹进来，这样在冬天华盛顿也能拿新鲜的柑橘和柠檬招待客人。每年烧的劈柴估计非常可观。不过1835年的时候，这里着火，整个这个温室就被毁了。好在当年的保险公司有详细的图纸。1951年的时候，这个山庄的人就根据这当年的图纸，又重新建了这座温室。这是华盛顿家奴隶住的地方。这是女生宿舍。
在这片庄园里干活的都是奴隶。从保存的资料看，当时1799年的时候，这里有317个奴隶。华盛顿10岁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个奴隶。当时人们对奴隶制的认识就是天经地义，自古就有的。300多个奴隶中有90多人在这一片工作，其中有大约20个负责日常生活的奴隶会住在这一片。奴隶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周工作6天。女奴隶基本上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丈夫也是奴隶，住在旁边的宿舍里。孩子小的时候由一些老的女奴隶照顾，到了10岁就要像成年奴隶一样分派工作。从华盛顿留下的文字中，人们看到他对奴隶的认识：首先要保证奴隶的身体健康，以便干活，但是要控制花销，减少成本。奴隶每天的食物是定量的，一般是玉米饼和腌的咸鱼，偶尔也有猪肉，分量是刚刚管饱。庄园资料里介绍了一位逃跑的女奴隶，小姑娘叫 Ona Judge， 她出生在庄园。10岁的时候，她给玛莎做贴身仆人。独立战争期间，她也跟着华盛顿到费城，接触到了废除奴隶制的主张，有了成为自由人的想法。当时宾州有条规定，就是奴隶在宾州住满半年后可以成为自由人。华盛顿知道这条规定，每次快到半年的时候就更换一批奴隶。1796年5月，小姑娘就偷偷跑了，她搭船到了New Hampshire。华盛顿夫妇非常生气，派人找到了这位女仆，让她回去。小姑娘说，如果华盛顿答应在她死后给自己自由，她就回山庄。不过得到的答案是 no， 最后 Ona Judge 就留在了自由州。在庄园的资料中，人们还发现了怎么处罚奴隶，包括分派重活、体罚和将家人分开等等。这一间是男奴隶宿舍，平时白天都是空的，只有些个别的老弱病人留守。当时奴隶工作的时间要看季节天气，冬天的时候一般要工作7个半小时，夏天工作13个小时。工作之余，有的奴隶还要做些副业，他们抓鱼，还有抓兔子、抓野鹿。所有的战利品呢，可以卖给庄园，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床边上挂了些还算不错的衣服，因为有些奴隶要接待客人，所以要显得体面一些。整个庄园实行的是配给制，除了每天的食物定量，然后1年有2套外衣、1套裤子，鞋袜也有1套。在庄园的介绍中，有一位非洲出生的黑人奴隶安德森，在庄园做木匠。华盛顿去世以后，在遗嘱中给了他自由，但是他的孩子和妻子还是奴隶身份，所以安德森继续留在庄园干活，庄园付他钱，他用攒下来的钱为妻子和孩子赎身。1845年2月，安德森去世的时候，他的讣告称他大约有100岁。我上网查了查，资料显示1850年的时候，美国奴隶的平均寿命是36岁，一般自由的白人是40岁。这么看，老安德森是非常长寿了。奴隶们每天工作之余，放松的项目就是宗教活动、唱歌、跳舞和讲故事。这一间是做鞋的作坊，庄园里上百号人，需要大量的鞋，所以这里非常忙。当时的鞋是不分左右脚的，就人们长期一穿，这个鞋就自然定型了。当然，华盛顿和玛莎的鞋一般是在外面买。工作在这里的鞋匠原来是华盛顿的贴身仆人和马夫，后来因为膝盖受伤，华盛顿就给他安排了这份工作，因为他可以坐着做鞋和修鞋。这个铁匠作坊是2009年的时候根据考古发现重新建的，因为当时在这一片的地下发现了很多铁渣和炭灰。庄园的记录里，这里当时有3个铁匠，1个师傅2个徒弟，主要制作些锅呀、餐具呀，还有水壶，另外就是马掌，有时候也做一些农具，但是农具的要求比较高。其中一名叫乔治的奴隶从学徒开始，
一直到华盛顿去世，一直在做铁匠。华盛顿去世以后，给了他自由，他继续留在庄园，庄园付给他报酬。在留下的字据里，乔治就在他签名的地方画个叉，由此人们推测乔治可能不会拼写他的名字。The nail, can I look? Oh, thank you. 打铁是工业化前非常重要的行业，我在很多博物馆都见过他们展示铁匠工作的场景。这是纺织的，这里是纺织作坊，奴隶们先将庄园里产的亚麻和剪的羊毛制成线，再织成布，做成衣服。纺线织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通常这里都有10多个人。除了供应庄园人们的穿衣以外，多余的线和布都拿去交换。不过从资料看，华盛顿夫妇穿的衣服一般都是进口英国的布料。So the textiles here at Mount Vernon are going to be done as a way to save Washington money. Come on in, there's plenty of space. 盐房放盐的，这个小屋是专门拿来储存盐的。华盛顿的庄园每年要买上百磅的盐，主要是用来腌肉，其中葡萄牙的盐最好，腌肉的时候能保持颗粒状，不融化。但是葡萄牙的盐必须经过英国进口，所以价格比英国的盐要高。另外一个产盐的地方是加勒比海，我有期视频介绍了一个岛上产盐的情况。达科特岛地势平坦，分布一些浅水塘，隔一段时间用贝壳在水塘周边刮一刮，就可以搜集到海盐。过去熏肉的房子，这个熏肉房正在施工，我在网上找这些资料脑补了一下。这里的主要作用是熏制火腿，就是火腿腌了以后挂在房上风干，然后再熏制，这样一是保存的时间长，二是让火腿有特别的风味。据说佛龙山庄的火腿非常有名，华盛顿经常用火腿来作为礼物送给宾客。还有资料说这个小屋曾被小偷光顾，丢了好几块肉。这是洗衣房，当年每天有2位奴隶在这里洗衣服、熨衣服。这个壁炉是烧水用的，他们每天要从井里打30多桶水，然后用碱和动物油脂做的肥皂洗衣服，在清洗的时候还要放一些电清，这样把那些发黄的地方补一些颜色。在洗衣机进入普通家庭之前，洗衣服是一桩很耗时的家务。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每到周末，父母就拿着很大的大铁盆到水房洗衣服的场景。开洗衣店也是早期华人到美国后安身立命的重要的行业。直到1950年左右，超过60%的纽约华人从事的还是洗衣店工作。洗衣店的经营并不轻松，经常会被当地人袭击。Thank you, yeah, perfect, wonderful, thank you. 穿过空地是低处花园，这是华盛顿在1760年最早开辟的花园，主要种些蔬菜，而且种植的品种一直没有变。早期的北美蔬菜品种包括豌豆、胡萝卜、卷心菜、玉米、洋葱、南瓜、西葫芦、莴苣和草莓。因为种植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合理安排播种的时间需要专门的人负责。华盛顿在外的日子里，就是由夫人玛莎负责。像打理这么大规模的花园，需要一个全职的人工。出产的蔬菜大概能供14到18个人用。因为庄园一年四季客人很多，所以在远处还有更多的花园和菜园。I get 2 peas and then go home.
然后给它种上，是从华盛顿家乡买的屁。我看到地上一个篮子里装着刚收的豌豆，就灵机一动取了几粒，我想回家种一种。视频后面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种成功没有。有点像收发室似的。这间小屋是仓库，也是负责保管记录工具的记录员的住所。人们从一份保存完好的1787年的记录本上，清楚地看到了奴隶们每次借用工具的情况。因为庄园很大，所以华盛顿非常注重物资和工具的管理，专门请人来做记录。后人从记录中也看出奴隶们通过破坏工具来以示代工和反抗。这园丁的房子，你看很简单，那会儿家具要一个壁炉，要一些壁炉的铁架子就叫铁匠，家具要有木匠，有蜡烛，还有一些金属，还有书，还有这个陶瓷，还有柜子，还有帽子和衣服，还要建房子，还有这些锁，别扣上了。哎呦，那还有个尿盆儿。所以美国商业史作为起点的话，最初就是应该从这儿开始。这一大片是解决华盛顿出行的地方。这张安在车上的椅子，一是简单，二是当时按照轮子的多少收税，所以2个轮子要比4个轮子的马车收税要少一点。这辆代步工具是华盛顿去世以后他侄子买的。华盛顿大部分时间是骑马。这是他的专车，虽然非常讲究，但是在当时泥泞的路上颠簸起来还是非常厉害的。马厩，这里是马厩。1785年的时候，当时佛罗山庄有130匹马，到了1799年，这里有27匹马、20头驴和63头骡子，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这里非常繁忙。这里大部分的马匹都是用来干农活的。华盛顿是最早推广骡子的美国人，因为骡子比马容易饲养，又比驴能够干活。华盛顿非常擅长骑马，独立战争的时候他有2匹坐骑，一匹叫 Nathan， 一匹叫布鲁斯金。华盛顿非常喜欢 Nathan 是一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面部和腿上都有白毛。独立战争后，这2匹马都在这里退休养老，而且待遇很高。Nathan 活了27年，即使以今天马的平均寿命25到30年看， Nathan 也算高寿了。这是放冰的。波托马河边的这间小屋是用来藏冰的。华盛顿 DC 夏天的天气很闷热，将冬天的冰储存在这里，夏天可以来做保鲜和冷饮用。根据记录的操作是这样的：严冬的时候，奴隶们将河里的冰切成整块，然后堆到房间挖到井里，并且在冻得坚硬的冰上再泼些水，这样新结成的一层冰虽然没有里面那么坚硬，但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保温层。在外面再用沙子和稻草绝缘。当时欧洲兴起的冰激凌已经传到美国。记录显示1784年华盛顿还购买了冰激凌机。我们可以想象，在炎热的夏天，华盛顿晚餐的餐桌上会有作为甜点的冰激凌。这是最好的纪念，从华盛顿那个庄园里。开始还不错，就看着这个叶子蹭蹭往上长，就赶紧搭架子，然后呢就等着收割豌豆了。没想到有一天早晨，突然看见这个叶子都没了，我仔细观察，是那个兔子给它吃光了。还好在高处的花盆呢还剩一颗，但是那一颗呢因为根部不发达吧，给上面的叶子供养料供得不足，不久也就开始黄了。我们觉得可能吃豌豆是没戏了，赶紧把叶子弄下来下碗面吧。这就是我做了一碗担担面，纯粹的正宗的担担面，有豌豆尖，
有辣椒，有芽菜，正宗的担担面。这就是从华盛顿背回来的种子种的，尝一下这个豌豆，有点老了，有点老，纤维很粗了已经，但是就是一些安慰吧。好吧，再见。